我沈之夏堂堂农业专家，居然穿越了，还穿成了大山里的一个哑巴。身子是好的，模样也周正，可惜是个哑巴。别说彩礼了，能找到人家收他，你们家都得倒贴钱。这个地方正在闹饥荒，别说逃跑，活下去只怕都是问题。锦珠姐，你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吧。之下一顿能吃3碗饭，我们家是真养不起了。要是正常人倒好，多少能出去打工赚点钱，可他偏偏是个哑巴。是啊，彩礼我们不要，只要有人肯要他，我们还能倒贴钱。亲生父母倒贴钱也要把我送出去。要说人家倒也不是没有，村头周家那个周燕山，家里正在给他说媳妇儿。周燕山，可他不是个瘸子吗？听说他家锅都揭不开了，之夏嫁过去能有好日子吗？哼，你们还挑，不愿意就算了，我可没这个闲工夫。行，只要周家肯要，我们给20块。锦珠姐，辛苦你帮我们跑这一趟。那就赶紧把人收拾好，趁天没黑送过去。晚了，人家反悔，你们哭都没地方哭。走快点，别耽误了正事儿。到了周家，你乖巧老实点，听到了吗？看来沈家是准备把我嫁到什么周家。不管了，只要有饭吃就行，至少不会饿死。开门，给周燕山说的媳妇儿，我给你们送来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姑娘？不行，燕山脾气犟，她还是个哑巴，肯定不会答应。哑巴怎么了？这丫头我验过了，身子好，模样也周正，不要彩礼，人家还倒贴20块。可燕山要是不乐意，我这个当后妈的也不好硬做主。你是他长辈，你点了头，他还能反了不成？再说，只要人进了门，就算他老婆，也省得再惦记别人，到时候省下来的钱，不还是你和你家耀祖的？行，人都送上门了，这门亲事我替他做主，以后他就是周燕山的媳妇儿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个周燕山虽然是个瘸子，模样倒是不错。谁在说话？燕山，你是不是糊涂了？刚才哪有人说话？不过你回来的正好，你不是一直念叨着想娶媳妇儿吗？我瞧之下挺合适，就替你把人领回来了。我没有答应过的事情，谁让你替我做主的？人从哪儿来的，就给我送回哪儿去。我是你后妈，你爹不在了，你的婚事我怎么就做不了主？沈家1分彩礼没要，还倒贴了20块。就你家这光景，还有你这腿，有姑娘愿意进门，你还挑什么？好家伙，合着我还得倒贴20块才能送出去，真够可以的。又是这个声音，难道是他在说话？这个周燕山怎么回事？一直看我做什么？怎么没见过美女吗？确实是他，可是他不是哑巴吗？难道我能听到他的心声？周燕山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钱我已经收了，人也进了门，她以后就是你媳妇儿。何姨，我和月娥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她又救过我的命，我除了她，谁也不会娶。哼，林月霞她娘张口就要100块彩礼，你拿什么娶？前些年你给你亲儿子耀祖娶媳妇儿，彩礼早早备好，还盖了3间新房，轮到我就收人家20块，把一个哑巴往我屋里硬塞。耀祖是周家唯一的健全儿子，将来还得给周家传宗接代，当然得风风光光的娶媳妇儿。至于你一个瘸子，有人肯倒贴钱嫁给你就不错了。我这条腿没瘸的时候，起早贪黑挣的钱全交给了你们，后来也是为了养活这个家，我才伤成这样。你们花着我的钱，踩着我的腿，如今倒嫌我是个废人。我算是听明白了，这个周燕山合着是个冤大头，还有这后妈可不仅仅是偏心，分明是趴在他身上吸血。我要是他，肯定立刻反抗。他说的没错，这个人我不会娶，谁把他带过来的，谁负责把他送回去，还有那20块也一并退回。你要是不退，我就把你的所作所为全都说出去。哎呦，这个周燕山怎么突然变硬气了？话我可带到了，人也送到了，你们周家的事儿我不掺和。你还敢威胁我？你要是不认这门亲事，就自己把他送回沈家，还有那20块，你自己想办法。
人都送进周家了，你怎么又给带回来了？这门亲事是何秀琴擅自答应的，我没答应，人还给你们，20块我会让他退回来。我们人都送到了，钱也给了，凭什么退？你要找就找何秀琴去。知夏进了你周家的门，就是你周家的人。谁收的钱，你们找谁。她是你们的女儿，我没资格替她定终身，你们更没资格卖她。我不管，反正送出去的人，我们绝不往回收。你没事吧？天下哪有你们这么狠心的父母？外头这么冷，你们真想让亲女儿冻死？是你周家不要他，死了也该算在你们头上。行，你们不管，那我也不管。现在他们都不要我，我人生地不熟，又不能说话，今晚住哪儿都是个问题。苍天啊，难不成真的让我冻死在这里？算了，我先找个地方过一夜再说。燕山，这雪越下越大，外头连路都看不清了。大暴雪，雪都快半米深了。我刚才在外面待了10分钟，差点没冻死。再这么下，今晚非得冻死人不可。说到底，沈之夏是无辜的。真要是冻死，那可怎么办？燕山，这么大的雪，你去哪儿？开门！沈之夏呢？他压根儿没进这个门，你问我们干什么？人是你送回来的，丢了也别赖我们。沈之夏，沈之夏！燕山，燕山，你找沈家那个哑巴吧，我刚才看见他往后山去了。后山，雪把山路都盖住了，你可不能去，太危险了。沈之夏，你在哪儿？不能睡，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沈之夏，听见了就弄出点动静。周燕山，是你吗？沈之夏！沈之夏，醒醒，看着我，千万别睡。好冷，真的好冷。别怕，我在这儿，撑住，我硬带你回去。好像没那么冷了。抓紧我，咱们回家。瞧瞧，不还是舍不得把人带回来了？既然如此，这亲事就算定了。我只是暂时收留他，等他醒了，我会把他送回去。还有你收的20块，1分也不能少。你说什么？这个家养你这么多年，你翅膀硬了是不是？这个周燕山真是气死我了！妈，你何必跟我哥这种驴脾气置气？他不是不肯娶沈之夏吗？那你想个办法不就得了？什么办法？
这个办法好，想让我退钱，做梦去吧。听说没有？周燕山昨晚跟沈家那个哑巴在山里待了一宿。孤男寡女过了一宿，他把人带回家，却还说不认这门亲事，这不是欺负人吗？可不是，姑娘的名声都让他毁了，他还不想负责，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昨天晚上，我不是快要冻死吗？这是周燕山家，所以是他救了我。就是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，勾引我闺女的男朋友，年纪轻轻不学好，专抢别人的男人。哎呦，我的脚！小蹄子，你敢踩老娘，看我打不死你！住手！谁准你们跑到我家打人的？我不光要打他，还要打你！说你后妈收了沈家20块，已经替你把媳妇儿娶进门了。周燕山，你跟月娥处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一声招呼都不打就娶了别人，你把我女儿当什么了？这门亲事是何秀琴背着我定的，钱也是她收的，我从来没答应。说的倒好听，你们孤男寡女在外头共宿一夜，现在他又住进了你的屋，哼，整个村子都传遍了，你还敢说你们之间什么都没有？昨晚暴雪，他差点冻死，我把他救回来，只是不想眼睁睁看着一条人命没了。说的自己跟正人君子一样，谁信啊？月娥，连你也不相信我。燕山，我不是不相信你，只是事实摆在眼前。你要是想让我相信，除非你用行动来证明。行动？你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，要娶的人是我，除了之前说的100块彩礼，再给我弟弟盖2间大瓦房，我就相信你跟他是清白的。100块彩礼，还要另盖2间房，这胃口也太大了。周燕山挣的是拿命换来的辛苦钱，哪经得住林家这么甜？这年头，家家吃不饱饭，彩礼最多20-30块，100块彩礼还要给他弟弟盖房子，这哪里是证明清白，分明是趁火打劫。月娥，救人是救人，娶亲是娶亲，这2件事不能混为一谈。你也知道，100块彩礼不是我不想拿，是真拿不出来。还有，我娶的是你，为什么还要给你弟弟盖房子？什么拿不出？我看你就是不想拿。谁不知道你前些年腿脚还利索的时候，打猎赚了不少钱？就是，你如果娶了我女儿，就是一家人。当姐夫的帮小舅子盖房娶媳妇，不更是天经地义吗？我打猎赚的那些钱，都被何秀琴他们骗走了。现在我瘸着腿，真的赚不了那么多。至于你说天经地义，那我们成亲以后呢？是不是还得给月娥弟弟置办家具、养孩子，管他一辈子？燕山，我就这么一个弟弟，他是林家的根，我不帮他，谁帮他？你这么不情愿，是不是不喜欢我，不愿意娶我了？好家伙，赤裸裸的道德绑架加伏地魔啊！周燕山，你清醒一点，可不能被爱情冲昏了头脑。我是喜欢你，想娶你，可是你想要的我真的给不起。如果你也喜欢我，在意我，是不是也应该为我和咱们的将来考虑考虑？我们养大一个闺女容易吗？我看你就是一门心思想白嫖。月娥，咱们走，以后他就是跪着求你，你也不许回来。对不住，本来是我跟林家的事儿，却把你牵连进来，还害你挨骂受伤。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他们爱说就说，你肯当众把事情讲清楚，对不公平说不，已经比很多人强了。饿了吧？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弄点吃的。一定是何秀琴他们把粮食全搬走了。厨房里的粮食呢？是不是你们搬走了？
什么粮食我不知道。地上还有拖粮袋的印子，你把粮食还给我，不然你让我们吃什么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搬的？没凭没据，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除了你们，还有谁会把厨房搬得1厘米都不剩？那谁知道？总之，想从我这儿要粮，门儿都没有。燕山，不是叔不肯帮，眼下闹饥荒，又下大雪，家家都缺粮，实在匀不出来。你家穷的锅底都刮不出油，这粮借给你，你拿什么还？等雪停了，我就进山打猎，只要打到猎物，立刻还你。那是以前，你现在一个瘸子，还能打到什么好东西？走吧，走吧。没有，找别人去。真匀不出来，瘸子还想打猎，别把命搭进去。这些吃的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些吃的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不是废话吗？当然是我去山里挖来的。好在是运气好，遇到一只野兔误闯了以前留下的旧套，少是少了点儿，省着点儿总能撑2天。要不是他冒着暴雪救我回来，我早冻死了。这也算报救命之恩，可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呢？笑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你是想说这些东西是你去山里挖的，兔子是运气好捡到的，对吧？算你聪明。现在正在下大雪，等开春天气变好了，我再想办法送你回家。你身子还没养好，床上暖和，你睡，我一个大男人打地铺没事儿。自己腿上有伤，宁可睡冰冷的地场，也要把唯一的床让给我。这个年代日子这么苦，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，他却还肯挤出时间读书学本事。心地善良，体贴又上进，这样的好男人可不多见。只要给他一个机会，他以后一定会有出息。我可怎么办啊？我都这么大了，再嫁不出去，真要成老姑娘了。我早说了，别把燕山逼得太急，你们偏不听。谁知道他突然转了性？以前你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今天居然敢把咱们赶出来！他不是突然转性，是让沈之夏那个哑巴给撺掇了。没有他，周燕山不敢这么对咱们。对，都是沈之夏。只要他还在燕山身边，燕山就不可能回头。可他住在周家，咱们怎么把他弄走？隔壁村60岁的王老头刚死了老婆，正急着找续田。他说了，只要人送过去，愿意出50块钱。50块？把沈之夏卖给他，既能让他从燕山眼前消失，咱们还能白赚一笔。这样的好事儿上哪儿找去？可他会乖乖跟你们走吗？骗他说周燕山在王家找他，一个不会说话的哑巴，到了王老头手里，还能翻出什么浪？雪刚停，山路还滑，你身子没好利索，就在家里待着，哪儿也别去。我去山里碰碰运气。家里本来就缺粮，现在又多了我这张嘴，只靠周延山一个人四处奔波，我们2个迟早都得挨饿。我也必须抓紧时间，再多挖点好东西。这里山地多，碎石多，表土又硬又薄，连犁都下不去。难怪山里人平时只能靠野菜和打猎勉强度苦。底下这层土保水还行，只要清掉碎石，深方松土，再用草木灰和腐肥慢慢改良，未必种不出粮食。等开春，先找一小块地试种，要是真能成，
以后就不用只靠周燕山打猎，也不用天天为吃的发愁了。之夏，可算找到你了。之夏，燕山在隔壁村伤了腿，急着见你，让我们赶紧带你过去。周燕山受伤了，可问题他受伤了，怎么会让这2个人来找我？其中肯定有诈。他打猎时摔伤了，动不了，再耽搁下去，他那条腿怕是保不住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沈之夏呢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沈之夏呢？他说在这里吃不饱饭，生活条件也差，执意要回家。我劝了半天，怎么都劝不动。我一个瘸子，顾住自己只怕都难。他走了也好。燕山，我们重新开始吧。之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该跟爹娘一起逼你。月娥，我想过了，或许我们真的不合适。你想要的日子，我给不了。少给点得了，我爹娘已经答应退一步，彩礼可以少要。能少多少？99，少了1块，还图个长长久久，多吉利呀！100降到99，这也叫退一步？1块钱不是钱啊，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让步了。燕山，你要是爱我，就应该也退一步，答应我。燕山，你在家呀？那沈之夏好端端的去隔壁村干什么？隔壁村？你看见他了？中午看见的，林叔林婶带着他往隔壁村去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干什么。你不是说他回家去了？你爹娘为什么带他去隔壁村？我怎么知道？可能我爹娘好心带他去找什么人，这事儿我真不知情。你刚才还说亲眼看着他走，现在又说不知道。月娥，你们到底瞒了我什么？算时间，沈之夏已经被卖给王老头了。生米煮成熟饭，周燕山就算赶过去，也不可能再要他。二狗，你在哪儿看见沈之夏的？现在带我过去，我带你去。燕山，就是这儿。大娘，你有没有看见3个人进村？一男一女带着个年轻姑娘，那姑娘不会说话，是个哑巴。是有这么3个人，那姑娘瞧着不大乐意，一路挣扎，嘴里咿咿呀呀想说话，可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应该就是你说的哑巴。他们去哪儿了？好像往王老头家去了。那老官夫刚死了婆娘，最近正托人花钱找续贫呢。周燕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话应该我问你们。沈之夏是不是在里面？你不能进去！让开！他是自己愿意跟王老哥过日子的，我们拦都拦不住。人家两厢情愿，你凭什么硬闯？就是，他嫌你家穷，连饭都吃不饱，自己跟了有粮有房的王老哥，你还是识趣点，赶紧走吧。他不会说话，你们倒替他把什么都说完。林叔，人命关天，你们拦着干什么？这是王家的家事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沈之夏，你在里面吗？都说他是自愿的，你别坏人家的好事儿。他要真是自愿的，就让他自己告诉我。今天谁拦我，我就跟谁拼命。燕山，小心你的腿！沈之夏！这人是你捆的，
也是你打的。我一顿能吃那么多，力气当然大。就这么个老头，还想困住我？有没有受伤？他碰你哪儿了？我还以为他要出事儿。这到底是谁收拾谁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你们干的？我们能干什么？是他看中王家有房有粮，非要往王老头屋里钻。我们在外头拦了半天都拦不住，这会儿出了事儿，倒想赖到我们头上。就是，他嫌你家穷，自己找了个有钱的男人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他就是个哑巴，连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我看他拿什么解释？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们骗我说周燕山受了伤，半拉半拽把我带来的。是你们骗的，说我受了伤，把他带到王家，再收钱卖给王老头，对不对？他也太聪明了吧！我都没法开口，他居然一下就猜到了。你少血口喷人！谁收钱了？证据呢？对，没有证据就别想往我们身上泼脏水。证据就在他裤兜里，王老头给的50块，他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呢。那这50块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钱，还给我！还不承认是吧？等着。钱就是我给他们的，他们说这个哑巴没依没靠，50块卖给我当媳妇儿，现在他把我打成这样，你们还得赔钱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现在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说？爹娘，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？之夏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怎么能拿来换钱？月娥，这主意明明是咱们一起商量的，是你说只要把他弄走。燕山，你相信我，我真不知道他们会这么做。你先说亲眼看见之夏回了家，二狗出现后又改口说不知道你爹娘为何带他来隔壁村。我不知道应该拿什么来相信你。这里不安全，我们回家。站住！人没留下，我还白挨了一顿打，你们就想这么走了？50块不是还给你了吗？咱们两清了。两清？我这张脸被打成这样，屋门桌椅也全砸坏了，医药费和修东西的钱谁赔？今天不没钱，谁也别想跨出这个门。这次总行了吧？这还差不多，赶紧滚！真没伤着，哪里疼？一定告诉我。这还叫没受伤？忍着点儿，可能会疼。疼就抓着，别忍。他凶起来怪吓人的，给我上药的时候倒挺温柔，靠这么近，我都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以后别再信林家人的话，他们已经害过你一次，再来找你，不管说什么都别跟他们走，听见了吗？他的心怎么突然跳得这么快？是刚才赶路累着了，还是伤口又疼了？药伤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燕山，大晚上的你穿这么少跑出来干什么？不怕冻坏了？没什么，出来冷静一下。冷静？你在屋里干什么了？还得跑到雪地里冷静？外面太冷，我先回去了。一会儿要冷静，一会儿又嫌冷，到底冷静个啥？记得不要再乱跑了，就待在家里等我回来。答应了他不能乱跑，那就在家里找点事情做吧，总不能一直闲着，白吃白住可是我的风格。有了。哪来的香味？这些都是你做的，你还会做饭？也太小看我了，我的厨艺可是杠杠的，就这些家常菜，闭着眼睛都能做好。屋子是你收拾的，衣服也是你洗的，连这破口都是你补的。
吃住都在你家，总不能真让我白吃白住吧？这些活儿对我来说都是小意思，赶紧尝尝，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。真好吃，你也吃，别光顾了我。这么多年，我回到家面对的都是冷锅冷灶，原来有人等着，有人做好热饭，就是家的感觉。倘若他能一直留在这里，也不是一件坏事。雪刚化，山路还滑，你留在家里，别往远处跑。我天黑前回来。给我路上吃的。进山打猎耗体力，带2个热饼总比饿着肚子强。以前我进山，从来没人问我冷不冷、饿不饿，如今竟然也有人惦记着给我带口热饭了。你也照顾好自己。周燕山可算是走了，现在开春了，我要好好的改良我的耕地去。这块地全是石头，土又薄又硬，种什么都不长，白送都没人肯要。你真要买？既然你不嫌弃，给5块钱就行。往后那块荒地是好是坏，都跟我没关系。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这可怎么办？这是我奶奶留给我的，虽不是什么值钱东西，可眼下我能拿出来的也只有它了。行，你既然舍得，我也不为难你。协议已经写好，你按个手印儿，那块荒地从今天起就归你了。先把杂草和石头清干净，不然庄稼的根扎不下去，竹头也翻不开。表土板结得太厉害，必须深翻，把底下的湿土翻上来，土松了才能透气保水，种子也更容易发芽。山地最怕雨水积在根上，先把排水沟挖好，以后就算下大雨，也不至于把庄稼根泡烂。这地太平了，光翻土还不够，草木灰能补肥，腐肥能养地，把它们拌进土里，才能一点点把荒地养活。整整7天，总算把这块荒地养得像样了。排水沟、肥料、田垄全都准备好，现在万事俱备，就差合适的种子了。可这大山里，我到哪儿去弄到种子呢？之夏，快出来！今天在山上打到好东西了。也是运气好，撞上他在溪边喝水。这头鹿能卖不少钱，我准备明天一早去镇上赶早市卖个好价钱。你也想去？不行，镇上路远，早市人又多，万一走散了怎么办？我保证，肯定不会乱跑的。行，带你去。不过到了镇上必须跟紧我，不许乱跑，更不许一个人钻进人群里。说好了，明早还得赶二狗的牛车，今晚早点休息。之夏也进城啊？他想去买点东西，我带他一起。那可坐稳了，今天赶集，人多着呢。这，你就在这里等我，别乱跑。我身上没钱，正好拿这只野兔换些种子，等它卖完路再过去，种子摊说不定都收摊了。先斩后奏吧。兔子不错，姑娘，你想换什么？这是早春下地的春麦种，耐寒耐旱，价钱可不便宜。可你们那边尽是石头山，多少年都种不活麦子，你拿一只兔子换这一袋，怕是要打水漂。正因为如此，所以在大山里面粉才那么珍贵。可不试试看，怎么知道呢？行，兔子归我，麦种归你，播得浅些，别埋深了。能不能出模，就看你的造化。不是答应过不乱跑吗？刚才去哪儿了？行，不想说就算了。不过下次要去哪儿，
先跟我打声招呼，别让我找不到你。走吧，再买些吃的就回家。慢点吃，锅里还有，没人跟你抢。今天跑了这么远，又费了那么大劲儿，可得多吃几碗补回来。这鹿肉真香，再来2碗我也吃得下。沾上饭粒了。今天在集市上看见的，顺手买了，也不知道你喜欢。我去盛汤。原来被人惦记着是这种感觉。其实，如果能留在这里，也挺好的。之夏今天可真漂亮，这红发卡一戴，整个人都精神了。是不是燕山从城里给你买的？燕山这孩子人实在，虽说话不多，可是真心疼媳妇儿。可不是嘛，肯干活会过日子，还知道给媳妇儿买东西。之夏，你这是遇到好人啦。他确实很好，能遇见他，或许是我来到这里最幸运的事。以前燕山挣的钱都紧着我花，现在竟然给这个哑巴买发卡，凭什么？图已经画透，握起来能成团，轻轻一碰又会散，温度和湿度正合适，可以播种了。春小麦适合浅沟调播，每条沟的间距得匀，不能挤得太密，不然麦苗长大后会抢水抢肥，也不通风。麦种要撒得均匀，不能堆在一起，也不能漏下空段，这样出苗才能又齐又壮。覆土不能太厚，不然麦苗顶不出来。播完再轻轻镇压，让麦粒贴紧湿土，既能保住水分，也有利于发芽。麦种已经下地了，接下来只要顺利出苗分饲，这片人人认定种不出麦子的荒山地，就能变成麦田。你还真赖上燕山了，一个没名没分的女人，天天住在男人家里，也不嫌丢人。我好歹是沈家倒贴20块送进门的媳妇儿，真要说没名没分，赖在这里不走的人明明是你。这是燕山的家，该走的人是你。你一个哑巴还敢赶我？该滚的是你！怎么回事？燕山，你别怪之夏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只是想来看看你，他不愿意就突然用力推我，可能他也不是故意的，你千万别为了我跟他生气。之夏，我不会跟你抢燕山，你要是不喜欢我来，我以后不来就是了。都是女人，何必对我动手？我算是开了眼了，来到这大山里都还能遇到这种绿茶。绿茶？燕山，你看，他又想打我，我好害怕呀！真是气死我了。之夏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来说。是他赖着不走，还想把我赶出去，看见你回来就故意摔倒，假装受伤。所以，是你想把之夏赶出去，还故意摔倒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燕山，你怎么能这么冤枉我？
我怎么会这么对知夏，又怎么会欺骗你？怎么不会？你可太会了！可恶，我是没机会证明，不然我高低能撕碎你这个绿茶的真面目。你可以证明。那好了，你来证明给我看。真让我证明啊？那好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看好了，如果刚才真是我动手推他，那应该是这样。哦，这么水灵一姑娘，怎么飞猪圈里去了？燕山，你刚才都亲眼看见了，他是怎么欺负我的，你还管不管？好家伙，别说燕山，我们也全都看得一清二楚。这一下可比刚才摔得远多了。没错，谁不知道知夏力气比牛还大？真要是他推你，你就应该是现在这样，而不是像刚刚一样摔在地上。依我看，刚才那一下八成是他自己摔的，想讹人家知夏。果然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林月娥，我觉得大家说的没错。周燕山，你竟然帮着别的女人欺负我！今天你要是不把我哄好，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。沈之夏不是别的女人，她现在好歹是我周燕山名义上的老婆。她是你老婆，那我算什么？林月娥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，男女有别，以后别再往我家跑，回去吧。周燕山，你会后悔的。月娥，快回去洗洗吧，再站一会儿，整个村都得闻见了。从林月娥走后，他就一直闷闷不乐。两个人处了那么多年，他心里肯定还对他念念不忘吧。白天说我是他老婆，估计也只是为了气林月娥替我解围。等他气消了，说不定就后悔了。我白天说的不是气话，也不是为了故意气月娥。我承认，一开始让你留下，只是因为你无处可去。可这段时间，你把冷冰冰的屋子收拾成了家，会惦记我进山饿不饿，也会每天等我回来。以前我觉得一个人活着也没什么，现在回来有人等，桌上有口热饭，身边还有你，我才知道日子也能过得这么暖和。我想了很久，或许我们就这样一直生活下去也挺好的。沈之夏，我不想再把你当成暂住在这里的人，我想让你真真正正做这个家的女主人，做我的老婆，你愿不愿意？我当然愿意，只是连句亲口答应都给不了他。点头可不能反悔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周燕山的老婆，我会保护你，不让任何人欺负你。这是卖路剩下的钱票，也是我全部的家底。给我这个做什么？既然成了夫妻，就没有分你的我的。我把家底交给你，也把往后的日子交给你。这人话不多，却把全部家底都交给了我，也把能给的踏实全给了我。都成夫妻了，他怎么还睡外头？是不是嫌弃我？可我又不能主动邀请他进来，不然多没面子。之夏，你身子还没养好，等你完全康复了，咱们再接下来的事儿。所以他不是不想进来，是为了我的身体。既然他把一切交给了我，那我也一定要把这个小家经营好。这是我和燕山以后能不能吃饱饭的希望。再苦再累，我也得把他们照顾好。
长吧，快点长吧。等你们都结出麦穗，我和燕山就再也不用饿肚子了。成熟了，真的成熟了。成熟了，真的成熟了，成熟度正好。再拖下去，买力就要落进地里了。趁今天放晴，赶紧把麦子收回来。周燕山一直以为我只是偶尔出去挖野菜，等他看到这些小麦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好麦得留下来当种子，明年才能多开几块地。剩下的先磨成面粉。都辛苦这么久了，最后一步可不能认输。山里种不出小麦，这样的白面平日里有钱都难买到。先不告诉燕山，我要赶在他回家之前蒸一锅雪白的大馒头，给他一个大惊喜。什么味道？怎么这么香？又在跟我卖关子。想知道是什么，自己打开瞧瞧。白面馒头，这么白的馒头，就算是镇上有钱都不一定买不到。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还有这么多白面，之夏，这面粉到底是哪儿来的？算了，解释不清楚，你跟我来就是了。这片麦子都是你种的？从开荒、播种到收割，全是我亲手做的。所以你这些日子早出晚归，都是在照料这片麦田。家里的白面也是这些麦子磨出来的。村里人都说这片荒地种不出粮食，你却真让它长出了麦子。这些日子苦了你了。只要以后咱们都能吃饱，这些苦就没白受。走，回家。今晚咱们吃白面馒头。香，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香的馒头。奶奶，是白面馒头，我闻见白面馒头的香味了！是白面馒头，我闻见白面馒头的香味了！胡说！这荒年连镇上都难买到白面，村里谁家吃得起？你肯定问错了。我才没有闻错，就是白面馒头！我不吃窝窝头，我要吃白面馒头！妈，我好像也闻到了，小宝没说假话。走，出去看看怎么回事。奶奶，他们真在吃大白馒头，我要吃，我现在就要吃！妈，大哥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来的白面馒头？他们肯定背着咱们藏了好东西。好啊，竟然背着咱们藏好东西！耀祖，你先带小宝回去，这次我要让周燕山把东西全都吐出来。
哟，吃着呢。正巧小宝饿了，把这盘馒头给他垫垫肚子。你个哑巴，没听见我的话吗？快把馒头给我！真不要脸！燕山没瘸的时候挣的钱全被你们吸干了。今怎么好不容易吃上口白面，你连盘馒头都想端走，一口都不给你。这馒头是之下费尽千辛万路才弄来的，不是让你上门来抢的。今天没有你的份儿，以后我们家的东西，你也别想再拿走一分一毫。我是你娘，小宝是你亲侄子，你们关起门吃白面馒头，让周家的根苗饿肚子，就不怕人戳脊梁骨？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你把粮食搬得一粒不剩，那时候你怎么没想起是一家人？上门讨不到，就想直接抢，休想！出去！你当真带朋友的想喝家里，我就烦了！我就要白面馒头，奶奶没用，连个馒头都要不来。乖孙别哭，奶奶一定让你吃上。妈，大哥咬死了不给，你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他不给，我还不会自己拿。我跟你说，除了白面馒头，我还看见整整一大袋子白面。等晚上他们睡了，咱们就用老办法。他今天一个馒头都没拿到，临走时还一直盯着厨房，肯定不会死心。之夏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是觉得他们贼心不死，今晚还会过来偷东西？他们只要敢搬面袋，就一定会触发机关。今晚非把他们抓个现行不可。好，我陪你。今晚咱们一起守着，看他们什么时候上钩。动作轻点，别把他们吵醒了。放心，门没杀，他们肯定睡死了。果然有白面，快，连袋子一起扛走。哪个狗年养的？妈，快别废话了，有机关，赶紧跑跑！还真有人半夜来偷粮。这不是何秀琴和周耀祖吗？偷东西都偷到自家亲人头上了。什么偷不偷的？我是他娘，来儿子家拿点东西怎么了？我爸走了之后，虽然没有明说，但咱们和分家没有任何区别。你们不请自来，不是偷东西是什么？门本来就开着，我们只是进来看看。进来看看？那你身后藏的是什么？天啊，这么好的白面馒头，这不是偷东西是什么？没错，真把大家当傻子吗？我这是不小心拿错了，我不要了还不行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赔钱，这都看不明白吗？就这脑子还敢来偷东西？之下的意思是，就算你们把东西还回来了，可偷就是偷，必须赔钱。赔钱？凭什么还要我赔？一分钱都没有。就是拿自己家的东西，还想让我们倒贴钱，做梦！不赔也行。邻居们都看见你们半夜入户偷粮，人证物证都在。现在就把你们送到村里，让全村人都来看看，再由村里公开处置。对，直接捆起来，明天开大会当众处理。不能送到村里，这事要传出去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做人？那就赔钱。赔？我赔还不行吗？哇塞，这钱可真不少。有了这笔钱，
我和燕山的生活绝对能改善不少。再有下次，我绝不会再私了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使不得，这年头白面多金贵呀，你们留着自己吃。我们就是搭把手，哪能拿你们这么好的东西？之夏说，大家都是邻居，平日里没少相互关照，今晚又多亏你们过来作证帮忙，这几个馒头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你们就收下吧。那我们就不客气了，以后你们家有啥需要帮忙的，只管喊一声，乡里乡亲的，千万别见外。对，有事招呼一声，我们随叫随到。我今天不去打猎，麦子都熟了，我过来跟你一起收。你忙了这么久，剩下这些粗活交给我。我的腿是不方便，又不是不能干活。去田埂上歇着，顺便替我看着水。嘴上总说自己没事，明明累得满头是汗，还舍不得让我多干一点。这个男人还真是会心疼人。太阳大，别晒着，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收完了。留下足够咱们吃的，剩下的磨成面，拿到镇上卖。卖了钱，再买些新种子，把旁边的荒坡也开出来。等赚了钱，先修屋子，以后刮风下雨也不怕了。还要添张大桌子，以后不管挣多挣少，咱们都坐在一起，好好吃每一顿饭。这面又白又细，一点杂质都没有，我全收了，价钱比市面上高1成，以后还有，只管送来。这是你种出来的，归你管。是我们一起的，以后赚的钱也要一起花。好，听我媳妇儿的。随便看，随便挑，这可都是最好的种子，种出来的水果蔬菜又大又甜。之夏，我先去那边看下，马上回来，你就在这儿，别乱跑。这是外地人带来的番茄种，结出的果子又酸又怪，咱这人拿它当饭吃，我都摆半个月了。你要真想要，2毛钱全拿走。这个年代还没多少人种番茄，大家也不知道它既能当菜又能生吃。我要是抢先种出来，再让镇上的人尝到它的好处，不愁卖不上价。姑娘好眼光，这双鞋可是省城运过来的新款，质量那是杠杠的，也不贵，2块钱。我去，2块还不贵？之夏，我今天在集市上看见一样东西，觉得很适合你，就买了。你嫁给我这么久，也该给你添件像样的衣裳。这个颜色衬你，你穿上一定好看。原来他一直惦记着我。巧了，我也有东西送给他。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鞋底厚，走山路不硌脚，你的腿也能少疼些。正合脚，以后我穿着它陪你下地。鞋我收下，肉你吃。一人一半，谁也不许让。以后有好东西，咱们都一起吃。行，
听你的。又打雷了，我最怕打雷。别怕，我在。今晚我不出去了，就在这里陪你。我坐在炕边守着你，等你睡着再走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以后你就睡在这里吧。你真的愿意？睡吧，我陪着你。前些日子还穷得补丁摞补丁，这才几天，哑巴穿上了棉绸，燕山也换了新鞋，他们哪来的钱？妈，你没发现吗？大哥这阵子连猎具都不带了，天天跟那个哑巴扛着锄头，背着竹筐早出晚归，家里不但没断粮，还冒出那么多白面。不打猎却有肉吃，有白面卖，还能添新衣新鞋，他们肯定背着咱们找到了发财的门路。走，跟上去看看，他们藏得越严实，里面的好处就越大。妈，这真是那片石头荒坡，地里的麦子都收完了，还剩这么多麦捆。难怪他们家有白面，有钱买新衣新鞋。那个哑巴真把荒地种活了。只要这块地能长庄稼，以后随便种点小麦、玉米，咱们就能吃饱。要是多种些拿去镇上卖，保不准还能赚一大笔。这么一块能生粮的地，绝不能便宜他们两口子。荒坡上又没写他的名字，咱们就说这是爹留下的祖地，先插上周家田地的牌子。只要把地占住，以后种出来的东西就全是咱们的。明天趁他们不在，咱们就来占地。过了明天，这块能生粮的地就是咱们的了。大家快来看，这片荒地是我和耀祖一锄头一锄头开出来的，山里第一茬麦子也是我们种的。都看清楚，这可是真麦子，咱们山里的荒地也能长粮食。耀祖，你真有本事，祖祖辈辈都种不活的地，竟让你种成了。以后咱们是不是不用再冒险进山打猎了？我家耀祖脑子灵，早就琢磨怎么养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种玉米、花生，还要接着种小麦。燕山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？耀祖说他在山里开荒种出了麦子，正敲锣打鼓叫全村人过去看呢。哇！现在预定，玉米8毛，花生1块5，先交钱，明年收了粮先给你们。这价这比镇上还贵，嫌贵，你自己跑几百里去镇上买，来回坐车不要钱，路上吃喝不要钱，扛回来不得累掉半条命。我把粮食送到你家门口，多收这点怎么了？抢我的地还不够，麦子都没种下，就敢收乡亲们的钱。大家别给钱，这块地不是他们的，麦子更不是耀祖种的。滚开！这是周家的祖地，轮不到你一个外姓哑巴插手。这地荒是他开的，麦子也是他种的，你们冒领他的功劳，骗乡亲们的钱，还有没有点廉耻？你放屁！这地分明是我一点一点开垦出来的。
你们两边都说地是自己的，到底谁说的是真的？他一个哑巴，随便比划几下就想冒领耀祖的地，撒谎都不打造草稿。滚开！拿不出证据，这地今天就是我的。燕山，你的腿。一个站都站不稳的瘸子，还想替女人出头？大哥，你先顾好自己吧。瞪什么瞪？一个瘸子配一个哑巴，还真当自己能翻天？再不滚，我连你一起打！你敢伤燕山，这一巴掌就是你自找的。谁再敢碰之下一下，我跟他拼命！大家都看见了，是这个野哑巴跑来抢地，还动手打人。你们拿不出这地是自己的证据，就赶紧滚，不然我现在就去村里告你们抢地伤人。对，让村里把你们两个都抓起来。想要证据是吧？那就睁大眼睛看清楚。有地契，上面写的是沈之夏。原来这块地早就人家的，你们才是来抢地的。证据就在这儿，要去村里是吧？我陪你们去，正好让村里看看是谁强占土地、冒领粮食，还骗乡亲们交钱。把钱还给我们！一张破纸算什么证据？这肯定是假的。他进村时穷得身无分文，哪来的钱买地？对，随便按个手印就想骗全村人，除非原来的地主亲口作证。我能证明。契书是真的，这块黄坡原本就是我的，是我亲手卖给知夏的。谁知道你是不是这个哑巴花钱找来演戏的？你们串通好了，拿张假契书就想骗全村人。卖地那天，我就带着契书去村里做了备案，上面有日期、有编号，还有村里盖的章。你要说是假的，咱们现在就一起去村里，当着村干部的面查清楚。就算这地原来是你的，凭什么卖给他？他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哑巴，身上一分钱没有，怎么可能买得起地？他不会说话，难道就不能写字，不能按手印，不能买地了？手续齐全，钱物两清，他买的堂堂正正。他当时确实拿不出5块钱，为了买下这块没人要的荒地，他把奶奶留给他的素镯抵给了我。这是你奶奶留给你的镯子？你为了买地，把它也抵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镯子再珍贵，也不能让我们吃饱。我只想种出粮食，让你不用再冒险进山打猎。人家拿祖传的镯子换地，用一锄头一锄头把荒坡种出粮食，你们1分钱没出，一天活没干，也敢跑来抢？耀祖天天游手好闲，哪像开过荒的人？占人家的地，还骗我们交钱，送到村里公开处理的该是你们。拿着，拿着！他嫁进周家，地就该算周家的。我是燕山亲弟弟，分我一半怎么了？爸死后，你们拿走老宅和粮食，毫不留情把我赶出来。现在知夏种出粮食，倒说是一家人了。契书在这里，这块地和地里的东西全归知夏。你们再不走，我亲自带你们去村里说清楚。拿着你们的破牌子，滚！没事儿，就是摔了一下，缓缓就好。今天这一闹也不全是坏事。现在全村都知道地是你的，以后谁再想抢，也得先掂量掂量。眼下最要紧的是把新种子种出来。
你连奶奶留下的镯子都压上了，我不能让你的辛苦白费。他自己伤成这样，想的还是我的地，我的种子。以后这个家，我们一起守。这就是你在镇上买的叫杨柿子的东西，红的跟灯笼似的，咱们村里谁也没见过，你确定能卖上价？番茄酸甜多汁，生吃、炒菜、做汤都行。现在没人买，只是没人知道怎么吃。摘到镇上让他们尝过，自然就知道它的好处了。行，我信你。明天咱们就去镇上试试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红成这样？番茄能生吃，也能做菜，酸甜多汁，您可以尝尝。山里长出来的怪果子，红得吓人，别是有毒吧？我也没见过，还是别乱吃，吃坏肚子可没人管。别急，今天卖不了，咱们就带回去自己吃，再想别的办法。番茄，这地方竟然有番茄！番茄，这地方竟然有番茄！酸甜多汁，比我以前在外地吃到的还新鲜。这东西能凉拌，能炒鸡蛋，还能熬汤。镇上没人卖，我要是做成新菜，生意肯定更红火。这些我全要了。真的卖出去了，这些天的辛苦总算没有白费。对了，你们地里还有多少？还有200多斤，过几天又能成熟一批。200多斤，有多少我要多少。以后成熟一批，你们就给我送一批，价钱按今天的算。这套是新样式，桌腿粗，椅背牢，吃饭载客都体面。桌椅一套18块。这个衣柜多少钱？25块。新到的货，柜门带锁，上头还配镜子，整个镇上也没几件。桌椅买了就够了，衣柜这么贵，剩下的钱还得买种子、修房子，不能乱花。你的衣裳总叠在木箱里，找起来不方便。以后日子会越过越好，新衣服也会越来越多，总得有个地方放。老板，桌椅和衣柜都要了，麻烦送到村里。哎呀，好嘞！真好。这桌子又厚又亮，一看就结实。咱们村里可没几家舍得买这样的新桌椅。还有双开门大衣柜呢，上面还带镜子，这得不少钱吧？旧瓦全换了，门窗也重新修过。燕山，你们这房子修的可真气派。都是知夏的功劳，麦子是他种出来的，番茄也是他想办法卖出去的。没有他，我现在还守着漏雨的旧屋过日子呢。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？地是我们一起种的，番茄也是我们一起卖的。这个家是我们一起撑起来的。你们两口子，一个能干，一个知道疼人，往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。以后有活尽管喊一声，
咱们都来搭把手。难怪镇上的饭店抢着要，酸甜酸甜的，真好吃。家里没酒，咱们就以水代酒，庆祝房子修好，也庆祝咱们的小日子。今天算是真正开始了。有不漏雨的屋子，有热乎饭，还有他陪着我，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家。之夏，这个送给你。已经花了不少钱，不能再给我买东西了。先别急着拒绝，打开看看。这是奶奶留给我的镯子，我明明已经给荒地主换地了。我去找过荒地主，把钱补给了他，替你把镯子赎了回来。这是奶奶留给你的念想，不该丢。以后这个家要什么，咱们一起挣。你不用再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去换。之夏，过些日子我带你去省城看医生。我上次去镇上送番茄，听饭店老板说，省城医院治好过跟你一样不能说话的人。你这嗓子未必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去省城路远，治病肯定还要花很多钱。家里才刚好过来，不能全花在我身上。钱没了还能再赚，只要有一点希望，花多少我都不在乎。奇怪，我什么都没说，他怎么又知道我在担心钱？好像每次我心里想什么，他都能听懂。之夏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敢告诉你，从第一次见到你开始，我就能听见你的心声。什么？听到我的心声？那我以前夸他好看心疼人，还说喜欢跟他过日子，他岂不是全都听见了？全都听见了。也正因为听得见，我才知道你有多善良，多能干。别人只看见你不会说话，我却听见了你所有没法说出口的话，也一点点看见了你的好。那你会不会觉得我心里的话太多，很烦？不烦，你那些心声可爱的不得了，我想听一辈子。你帮我去哪儿？饭还没吃完呢。回屋，饭凉了能再热，今晚可不能让你在你再躲我。谁能想到燕山家以前穷得屋顶漏雨，家里连粗粮都没有，现在新屋、新桌椅、大衣柜全置办齐了。何止这些，饭店老板还包下了之下种的番茄，以后一批接一批的收，钱能一直往家里进。照这么下去，原来全村最穷的一户，怕是要变成全村最有钱的了。月娥，谁欺负你了？还能有谁？都是你们害的。当初非要那么多彩礼，逼得燕山娶了别人。现在他房子修好了，家具添齐了，种出的东西连镇上饭店都抢着要。当时他一个瘸子，穷得叮当响，谁知道他还能翻身？多要点彩礼有什么错？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为了等他，村里上门提亲的全聚了。再耽误下去，我就真成老姑娘了。本来该是我的好日子，全让那个哑巴抢走了。你既然放不下燕山，就把他追回来不就行了？怎么追？他已经跟沈之夏结婚了。结婚又怎么样？燕山以前跟你处了那么久，心里不可能一点情分都没有。就是，那个哑巴无亲无国，又不会说话，燕山娶她多半是看她可怜，哪能真有什么感情？
可他现在处处护着沈之夏。那是你以前太犟，从没在他面前服过软，男人都吃这一套。你去认个错，说几句好话，再提提你们以前的情分，他还能真把你赶走？先想办法住进周家，只要天天在燕山眼前晃，那个雅拿什么跟你争？对，燕山只是被他一时哄住了，只要我肯低头，他早晚会想起我的好。之夏还在地里忙活，回来饿坏了，我先把饭做好，再烧一锅热水，让他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。月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拿着包袱坐在我家门口干什么？燕山，我爹娘逼我嫁给邻村一个60多岁的老头，我不愿意，他们就打我骂我，还把我赶了出来。当初跟你要那么多彩礼，也都是我爹娘逼我的，我根本不在乎钱，我心里真正爱的人一直都是你。这些话你不该再对我说。我已经结婚了，之夏是我的妻子。我知道错了，可我现在无家可归，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除了来投奔你，我还能去找谁？你先回林家，你爹娘真逼你嫁人，我可以陪你回去说清楚，但你不能住在我家。之夏会不舒服，村里也会说闲话，你走吧。我回去就是死。当年你在山里受伤，是我把你拖回村里，还找人救了你。你欠我一条命，难道现在要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？你要是不肯收留我，我今晚就去跳河。我死了，也绝不回去嫁给那个老头。站住！我只答应让你暂住1晚，而且只能住院角的柴房。明天一早你就得离开。好，只要你不赶我走，住哪儿都行。还有，我收留你是还当年的救命之恩，跟感情无关。你不许进正屋，也不许打扰之夏。我知道，我一定守规矩。之夏忙了一天，回来就能吃上热乎的了。谁让你进正屋的？这是我给之夏留的饭。不就是一碗饭吗？以前你打到好东西，哪次不先给我吃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这是我和之夏的家，你马上出去！我才不在一会儿，他们怎么就抱上了？之夏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他未经允许进来吃了我给你留的饭，我让他出去，他故意往我身上倒。他说林家逼他嫁人，还用跳河威胁我。我欠他一次救命恩情，才让他暂时住在柴房。燕山一见我就解释，还特意给我做好饭。看来刚才的确是我误会了。之夏，你别怪燕山，是我实在没地方去了。我爹娘逼我嫁给一个能当我爹的老头，我不答应，他们就把我赶出了家门。我知道燕山已经娶了你，我绝不会跟你抢他。我只求你可怜可怜我，让我暂时住在柴房，有口饭吃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就够了。洗衣、做饭、干活我都愿意。她一个姑娘被赶出家门，确实可怜。先让她留下，等找到去处再说吧。之夏，谢谢你，不过她只能住柴夫，也不能打扰你。这个哑巴果然好骗，只要我留在燕山身边，早晚能把他赶出去。饭被他碰过了，我重新给你盛一碗。燕山，你们要下地啊？正好我也去。不用，我要带之夏去省城，这2天不回来。省城那么远，他以前连镇上都舍不得带我去，现在竟舍得为这个哑巴花钱。等等，燕山，你还记不记得，以前你每次去镇上都会给我带一包桂花糕？省城的桂花糕肯定比镇上的好吃。
你回来时也给我带一包，好不好？就像从前一样。从前我没成家，给你带东西没什么。现在我有老婆了，再给别的女人带糕点，不合适。可我们以前的事儿已经过去了。之夏，你喜欢吃桂花糕吗？喜欢，尤其喜欢你只给我买的。好了，到了省城，我给你买2包，让你吃个够。周燕山，以前你眼里明明只有我，凭什么现在连一块桂花糕都只想着那个哑巴？医生，他的嗓子还能治吗？他的声带没有完全坏死，只是早年受过损伤，又拖了太久。现在先吃药调理，配合发声训练，恢复说话的可能很大。只要能治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们都治。药1天3次，不能断，1个月回来复查。听见没有？医生说你能好，以后你心里那些话都能亲口说给我听了。等我能说话了，第一句话就叫你的名字。来，小伙子，拿好嘞。答应给你买的，快尝尝。慢点吃啊，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。这么小一瓶番茄酱，在这个年代竟然要3块钱。之夏，你是想要这个吗？我买给你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也可以做这个。你是说，咱们也把番茄加工成番茄酱？只卖番茄，利润低，还放不久。做成番茄酱，不但能卖高价，还能存得更久。现在番茄酱是稀罕物，肯定不愁卖。完全可以，咱们地里的番茄又红又甜，做出来肯定不比这一瓶差。之夏，你这个想法太好了。走，咱们再去找找做番茄酱要用的东西，等回了村就马上试做。等第一批番茄酱做出来，我们家的日子还能再上一个台阶。燕山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我做好饭等你半天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知夏妹子，别误会，我以前给燕山做饭做习惯了，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。之夏，他以前什么时候给我做过饭？之前都是我做饭给他吃。燕山，这么久的事儿你还记得，我真感动。快坐下尝尝，都是照你从前的口味做的。这个鸡蛋我特意多放了油。燕山，你还记不记得从前？那时候家里没什么吃的，咱俩分一碗鸡蛋，你总把多的留给我。现在想想，那些日子虽然苦，心里却甜。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以后不用再提。之夏赶了1天路，正好饿了，你多吃点。送到嘴边的饭，不吃白不吃。想拿几盘菜气我，你还嫩了点。慢点，都是你的。我辛苦做给燕山的，他凭什么吃？沈之夏，你让我不痛快，我也不让你好受。瞧我这记性，锅里还有1碗汤，应该快好了。之夏妹妹赶路辛苦，正好喝了补补身子。沈之夏，这么爱吃是吧？看我闲不死你！之夏妹妹，汤我特意给你留的，快趁热喝。我不想喝汤，既然林月娥这么辛苦，
还是让他喝吧。月娥，知夏说你做饭辛苦，这碗汤给你喝。我不爱喝汤，还是留给知夏吧。你原来不是挺爱喝汤的吗？什么时候变得不爱喝了？那是因为我刚才在厨房喝过了。那就再喝一碗。味道怎么样？好喝。怎么回事？这么多盐，你想给谁喝？我是不小心盐放多了。是不是不小心？你自己清楚。再敢耍这种心眼伤害之下，你就立刻搬出去。走，咱们回屋。这番茄酱颜色红亮，质地浓稠，应该是用熟透的番茄熬出来的。明天先把番茄洗净，去皮切块，再放进砂锅慢慢熬。瓶子也得用沸水烫过，不然做好的酱放不久。第一锅不能做太多，得一边熬一边尝，把酸甜和稀稠调准了再装瓶。这些活什么时候干都行，现在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。还有什么事儿比挣钱重要？你的嗓子呀，医生交代的练习，一天都不能落下。先放松，再把吸气送出来，别逼急着用力，跟着我的口型发。没关系，再来一次。是不是不管怎么治，我这辈子都说不了话？一次发不出声，咱们就练10次，一天不行就练1年。就算你一辈子都是哑巴，你也是我唯一的妻子，我永远不会嫌弃你。这可是你先招惹我的。我陪了他那么多年，凭什么让沈之夏抢走这一切？这件事，我绝不会善罢甘休。做吃食不能图省事，番茄必须熟透完好，玻璃瓶也得洗净烫透。放心，入口的东西咱们一点都不马虎。酸甜正好，比镇上卖的还香。整整20瓶，明天就拿去镇上试试。辛苦一天总算没白费，明天我陪你一起去。番茄酱，镇上的人都没见过这东西，谁知道该怎么吃？放在我这儿卖不出去，最后还得砸手里，我不要。没见过才不敢买，只要让他们先尝到味道，就不怕卖不出去。新做的番茄酱，今天免费试吃，不要钱，大家都来尝尝。这红乎乎的东西能好吃吗？酸酸甜甜的，真开胃！再给我一块。馍馒头好吃，拌面肯定也香。多少钱一瓶？给我来2瓶，孩子肯定爱吃。我先来的，给我留1瓶。
小周，你们这番茄酱还能供货吗？有多少我要多少。能，只要提前说好数量，我们回去就做。那我先订100瓶，1周之内给我送来，价钱就按今天的算。之夏，100瓶，咱们的番茄酱真卖成了。1周交100瓶，可咱们现在一天最多做20瓶，还要种番茄、摘番茄、熬酱、装瓶，再运到镇上，光靠咱们2个根本忙不过来。要想按时交货，就得扩大种植，也得有人帮忙。光靠2双手，别说100瓶，连瓶子都洗不完。可以在村里招工，按天发工金，番茄酱卖得好，再按销量给大家提成。就按你想的办，请乡亲们来干活，工钱按天发，卖得好再按销量给提成，这样大家有活干，也有盼头。番球剑到底是什么？咱们连见都没见过，真能卖出去吗？1周100瓶，万一卖不出去，工钱谁来给？种出来的番茄要是砸手里，岂不是白忙活？大家放心，工钱按天结，干1天算1天。番茄成熟后，我们按约定收，绝不让大家白干。我来，燕山哥和之夏做出来的东西，我信。我会种地，也有力气，种番茄、摘番茄、运货，我都干。二狗都敢干，我也报名。我家那几亩闲地可以先拿出来种番茄。我家有板车，运输算我一份。我会洗瓶、装瓶，手脚也不慢。好，咱们先把分工记清楚，种植、采摘、加工、运输，每一环都按规矩来。番茄酱卖得越好，大家拿到的提成就越多，往后咱们一起挣钱。之夏说了，番茄酱卖得越好，大家提成越多，咱们一起挣钱。好，咱们跟着燕山哥和之夏一起干。燕山这几天早出晚归，要么忙作坊，要么陪着沈之夏，我连跟他单独说句话的机会都没有。再这样下去，他眼里更不会有我了。看见燕山没有？作坊那边还等着他合账呢。他一个人去地里摘西红柿了，说要赶在晌午前多收几筐回来。一个人在番茄地，我的机会来了。燕山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燕山，我知道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我只是太在乎你，才会次次做傻事儿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，好不好？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现在的妻子是之夏，我们在一起那么多年，我还救过你的命，怎么能你随随便便一句话就让它过去？我不相信。你救过我，我记你的恩，也会尽全力回报你，除了结婚。他能给你的，我也能给。只要你愿意，我现在就是你的人。把衣服穿好，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只让我恶心。我最后悔的，就是当初好心收留你，让你有机会一次次伤害之夏。回去收拾东西，今天就离开我家。周燕山不是最在乎他吗？那我就让他也尝尝被人踩碎尊严的滋味。之夏，你别问了，就当什么都没看见。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本来不想告诉你，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再瞒着你也没意思。刚才在番茄地里，我和燕山，该发生的、不该发生的，全都发生了。他抱我的时候，可不是平时那副冷冰冰的样子。他还说，这些年一直忘不了我，只是碍着你在家，
才不敢承认。不可能，他不会骗我，更不可能碰他。我要亲自去问他。怎么，急着去找他对峙？你连话都不会说，见了他又能问出什么？我劝你还是给自己留点脸吧。燕山亲口说，早就受够你这个累赘了。你现在找过去，只会亲眼看着他选我。月霞，怕什么啊？一个哑巴，就算你站到燕山面前，也只能比比划划的求他可怜你。你不能陪他说话，不能叫他的名字，连吵架都张不开嘴。哪个男人愿意一辈子守着你？认命吧，他爱的是我。你要是还要点脸，就自己滚，等他回来亲口赶你这个哑巴。我怎么了？大点声啊，哑巴！你撒谎！燕山不会碰你，他爱的人是我，该滚的人是你。你撒谎，燕山不会碰你。之夏，刚才是你在说话。我听见了，你真的会说话了。他说你在地里抱了他，还说早就受够我了。燕山，我没有，是他误会了。我在门外听得清清楚楚，是你拦着他，骂他是哑巴，还编谎话逼他离开。在地里，是你扯开衣服往我身上扑，我当场推开了你，连你一根手指都没碰。你被我拒绝，就回来拿这种脏话伤害之夏。孤男寡女待在地里，他真能一点都不怀疑你？我去找他，不是怀疑，是要当面拆穿你。我信他胜过信你这张嘴，拿自己的清白撒谎不叫深情，叫无耻。这个家不欢迎你，滚！燕山，你真要为了他赶我走？不是为了他，是因为你不配再留在这里。你救过我的恩，我早已忘。你伤害之夏的账，我也记着。从今天起，不准再踏进我家一步。再敢污蔑我妻子，我就请全村人来评理。走。嗓子疼不疼？别再用力了。燕山，我等这一声，等了太久。嗓子刚好，少沾烟气。你肠胃，我来搅。我能做。知道你能做，可我心疼自己媳妇儿，不行吗？不好吃？太甜了。燕山哥，知夏嫂子又拿下3笔大订单。镇上的饭店要200平，供销点要300平，县城的百货商店一口气订了500平，加起来1000平。这还只是第一批，人家说卖得好，以后每个月都要。院子太小，灶也不够，再接着挤，不仅做不完，质量也守不住。那就不在院里挤了，咱们开加工厂。以后种植、采摘、加工、装瓶、运输都分开安排。每批番茄酱统一配方、统一瓶子、统一检查，工钱和提成照旧。运输和跑订单交给我，我们负责种植和采摘。清洗、装瓶交给我们。以后每一瓶番茄酱都贴上这个名字。咱们不光要把厂子开起来，
还要把自己的牌子做出去，就叫知下牌番茄酱。知下牌，知下牌。燕山，我们真的有自己的品牌了。这只是开始，以后我陪你把知下炮卖到更多地方。二狗，我种地有经验，摘番茄又快，给我安排个活吧。我以前说过知下的闲话，是我没眼光。厂里还缺洗瓶工不？我会赶车，去镇上送货，肯定误不了时辰。别急，一个个来，手脚快、眼神好的去挑果，做饭稳当的去熬酱，细心的洗瓶装瓶，会赶车认路的负责送货。先试工3天，合格再正式留下。好嘞。看见没？她就是林月娥，当初差点嫁给周燕山。要是真嫁成了，现在知下番茄酱厂的厂长夫人不就是她了？如果真是她，周燕山也不可能翻身。说到底，还是人家知下有本事。这么大的福气送到手里，他也接不住。都是沈之夏，没有他，燕山不会赶我走，厂长夫人的位置也该是我的。只要他消失，这一切就还能回到我手里。你们还守着这间破屋过苦日子呢。你们的好女儿已经会说话了，还和周燕山开了番茄酱厂。她每天数钱都数不过来，却没给你们送过1斤粮1分钱。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，她是我生的，发了财凭什么不管我们？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周燕山，早把你们忘了。再过些日子，厂子越做越大，账本、钥匙和钱全落到周家手里，你们想认这个女儿都晚了。他敢不认我？我是他爹！走，今天就把知夏带回来。他要是不认我这个娘，我就坐在厂门口哭，让全村都看看他有多不孝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来，当然是来接你回家，跟我们走。放开他！你们好端端的，凭什么要把人带走？她是我女儿，我想带走就带走，你管不着。当初是你们亲口答应把知夏嫁给我，现在她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谁也没有资格带走她。那时候她是个哑巴，没人肯要。为了把她嫁出去，我们还倒贴20块钱，让你这个瘸子捡了大便宜。现在她嗓子好了，又能种地又能挣钱，好好的大闺女，凭什么倒贴给一个瘸子？以前那门亲事不算数。你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承认这门婚事？500块彩礼，1分不能少。500块，普通人家娶媳妇儿才多少彩礼？他们这是卖女儿呢。当初知夏不会说话，他们倒贴20块把人送走。现在知夏能挣钱了，张口就要500，哪有这么当爹娘的？500块够咱们庄稼人攒多少年了？这不是要彩礼，这是抢钱。这是我们沈家的事儿，轮不到你们多嘴。这么大的厂都是你开的，500块对你算什么？拿钱，我们就把女儿重新嫁给你；不拿，她今天必须跟我们走。好，我给。燕山哥，不能给。厂子刚扩建，买番茄、玻璃瓶、发工赛都等着用钱，500块拿出去，厂子怎么办？厂子没了可以重开，知夏不能被他们带走。可他们今天要500，明天还能再要1000。只要知夏能留下，我什么都可以不要。这钱不能给。死丫头，我们在替你做主。我已经成年了，我嫁给谁和谁过日子由我自己决定。我的婚姻
不是你们拿来换钱的买卖。没有我们，哪来的你？你们生了我，却没把我当女儿。小时候，家里的脏活累活全是我干，我挨饿是常事。我不会说话，你们嫌我丢人，倒贴20块也要把我嫁人。暴雪那晚，我浑身是伤，跪在门外求你们救我。你们怕退钱，关紧门让我滚。现在我会说话，能挣钱了，你们又跑来卖我第2次，你们配当爹娘吗？孩子受苦的时候不要，挣钱了就来抢，哪有这样的爹娘？之夏是成年人，他不愿意走，谁也不能强迫他。他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肉，我就算打死他，也是我们沈家的事儿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沈家断绝关系，你们的养老、债务和家事都与我无关，我的婚姻、工厂和收入也轮不到你们插手。你敢？我怎么不敢？我早就不是那个任你们打骂买卖，连一句反驳都说不出的沈之夏了。我的人生都由我自己做主，你们休想再掌控我一次。之夏说的对，你们当初把人赶出家门，现在凭什么回来做主？要是还知道丢人，就赶紧走，别逼我们把你们轰出去。走出去！你们给我等着！还不快走！他们毕竟是你的亲生父母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也不用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他们翻脸，更不用受这些委屈。不是因为你，是他们从来没把我当女儿。以前的我护不住自己，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守好我和你的家，谁也别想把我们拆散。这2个没用的东西，让他们把沈之夏带走，结果被一群村民赶出来。你想干什么？我知道你喜欢我哥，想要把沈之夏赶出去。正好，我和我妈也看不惯他们，不如咱们几个联手，各取所需。好，只要能让沈之夏消失，怎么做都行。那就找个地方把计划说清楚。我想进厂找份活，只要能管饭，什么活我都干。你还敢来？燕山已经把你赶走了，你还想跑到之夏的厂里来？你以前怎么对之夏的，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你3番5次纠缠燕山，还想把之夏赶走，谁知道你进厂后会不会再使坏？走，之夏牌番茄酱厂不收你。我知道你们都不信我，可我真的没地方去了。我爹娘嫌我丢人，把我赶出家门。我身上1分钱都没有，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你们要是再赶我走，我真的会饿死在路边。少装可怜，你害之夏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？出什么事了？二狗，你还记得小时候吗？你被你爹打得不敢回家，是我偷偷给你送过饭。现在我只求一份活，你也要看着我饿死吗？二狗，他这是拿旧情逼你，你可把他放进厂里。我知道，他以前做错事儿。我不敢再惹事儿，你们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，挣的钱1分不少拿，绝不靠近燕山和之夏。让他先施工3天，他要是违反规矩或者做的不行，我亲自把他赶出去。二狗，谢谢你，我一定好好干。这筐我来，婶子，你去喝口水吧。他今天倒真肯干。别光看1天，这也到饭点了，走吃饭去。把这个放进番茄酱里，货一出厂，沈之夏就完了。这东西会不会闹出人命？只是让人难受几天。你现在怕了，就等着看他们恩爱发财。事成以后，你答应我的不能反悔。我妈说了，只要厂子垮掉，就帮你把沈之夏赶走。
第一批全卖光了，除掉瓶子、番茄和工钱，咱们真挣钱了。陈老板下午还捎话，说城里商超想正式上架，明天先送一批试销货，只要卖得好，以后每个月都要。太好了，厂子有订单，工人有工钱，咱们也有自己的家。燕山，我们如今什么都不缺，终于能踏踏实实过幸福日子了。谁说什么都不缺？还缺什么？还缺一个宝宝，最好是个像你一样可爱善良的小姑娘，会笑，会说话，一进门就喊我爹。想得美！要是生个像你一样倔的小子呢？那我也疼，不过生不生，什么时候生，都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之夏、燕山，不好了！陈老板带着货赶到厂里，说试销的番茄酱出大事了。你慢点说，出了什么事？卖去城里的番茄酱，好几个人吃完肚子疼，有2个已经送去卫生院。陈老板说，全是咱们厂出的货，让你们马上给个交代。今天送去试销的是哪批？E3批。陈老板把剩下的货都拉回来了，工人们不敢动，正等你们。先救人，再查货。燕山，我们去厂里。沈老板，我今天刚拿这批货试销，就有多人吃后腹痛，人还在卫生院。你让我以后怎么做生意？不可能，咱们用的都是好番茄。二狗，先别争。陈老板，病人要紧，医药费我们先垫。买过这批货的，凭票全额退款，合理损失我们赔。请您立刻把剩余试销货封存，名单和票据给我，我逐一核对。你认这是你们的责任？货从厂里出去，我们就不能躲。但原因没查清前，我也不能乱认。我会把每个环节查到底，给病人和您一个明白交代。这笔是垫付，不是堵嘴。病人的诊治凭据、同批货和销售记录都请留好。我做生意多年，见过出事就关门躲人的。你们肯负责，我暂且信一次。这批货昨天下午才到，只在一个柜台试销，别的货没事。你们最好查查同批和生产流程，是不是有人动过手脚？我娘好端端吃个酱就疼成这样，你们可不能不管。您放心，后续合理医药费我们承担，剩余酱请别倒，也别再吃，原瓶交给陈老板封存，查清后我亲自来说明。我先不追着要货，但正式上架得等结果。信誉砸一次，再减下来可难。我们明白。只有E3批的人出事，今晚封厂，谁也不能碰原料、锅、6样和门锁。从第一颗番茄查起。这是我从货架亲手撤下来的，你们查归查，别私自开。明天我会带他去交给该管的人验看。好，我们的流样也单独封存，谁经手谁签名。我家那瓶还剩半瓶，我已经按你说的盖好，明天交到哪儿？先由陈老板统一登记，您别自己带着到处走，更别让其他人误食。你们要真能把问题查清，把往后每批都管住，我还任之下牌。这句话我记下了。原料从哪块地收？谁验的？同一天收的。甲2和乙3用的是同一筐番茄，我验过，没有烂果。主锅和装瓶呢？3锅都洗过，火候一样。甲2卖出去没人反应，只有乙3出事。乙善本该封锅后直接装瓶，为什么职工栏空着？那晚我以为侧门杀好了，职工的婶子家里有事儿，我就让他先走了。门被人从外面拨开过，纸片先包好，谁都别碰。原料、灶火和瓶子都跨批共用，偏偏乙3异常，问题很可能发生在封锅到装瓶之间。林月娥什么时候进厂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是我让他进来的，他跪在门口，说被家里赶出来，2天没吃饭，还提起小时候给我送过饭。我一时心软，让他试工3天。我想着只让他刷锅搬筐，不会出事。明知道他害过之夏，是我的错，
那晚也是我没查门纱，你们罚我赶我都行。错要担，但现在不能凭他进过场就定他的罪。你有没有亲眼看见他往锅里放东西？没有，我只看见他白天干活，没看见别的。没有看见就不能乱传，先别惊动他，也别让村里人猜。燕山，若真有人害场子，第一次得手后，听见证据毁了，场子要垮，多半还会动第二次。你想设局？给他一口没有毒饵的空锅，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。裴常把家底掏空了，侧门昨夜又被雨水冲坏，原来的纸片、脚印全没了，根本查不出是谁。陈老板退了合作，厂子再撑2天就得关。下午那锅是最后一锅，卖完发短发工钱。这锅不用装瓶，晚上谁也别碰。证据没了，他们又把最后一锅留在厂里，只要再出一次事，知下炮就彻底完了。今晚这锅只是清水和废弃饲料，不会卖，也不会让任何人吃，请2位留下做见证，只看，不要提前露面。放心，我们亲眼看清再说话。怎么样？他们赔惨了，证据也毁了，厂子就剩最后一锅。你再给我1包，今晚我让他们再也翻不了身。办干净点儿，别又把粉末蹭在身上。你妈答应我的事儿呢？我妈说，只要我哥没了厂子，沈之夏被赶走，就逼他娶你。快去！这次我亲眼看见了。幼时刚过，村西土墙后，周耀祖亲手把纸包塞进林月菊袖口。我听见他们提何秀琴，还说这是最后一锅。你看清纸包里面是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只看见交接，不能说里面一定是什么。这样才对，只讲亲眼所见。不到他拆包靠近锅，谁都别出来。他若直接离开，也不拦。二狗守窗，我掌门，2位守锅边，先保人，再保证物。别动，把纸包放下。这是治头疼的药，我忘在袖子里了。撒谎！黄昏时我亲眼看到周耀祖把纸包交给你，你还说要毁掉最后一锅。我们也亲眼看见你在锅前拆包。知夏早说了，这锅不卖，只留着抓人。第一次出事，我们只有异常批次和侧门指变，不能凭猜测抓你。现在人证、纸包、测试锅都在，你还想怎么赖？你害的是吃进肚子的人命。我没想害死人，周耀祖说只会让人难受几天。所以，乙3批也是你下的。东西先封存，人带到村部，谁看见什么，只说亲眼所见，不能添油加醋。我亲眼看见周耀祖交包，也听见他们说回厂。是周耀祖让我干的，第一次也是他从窗外递给我。他说何秀琴会帮我赶走沈之夏，只要厂子垮了，燕山就能娶我。何秀琴参与到哪一步？周耀祖说主意是他们娘俩商量的，东西放在他家西屋柜子里，还有买东西、记事情的本本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他的口供只是线索，不能代替证据。立刻通知执法人员，周家任何人都不准先去碰东西。这一次，谁也别想把罪推掉。第一次那包全倒了，剩下的纸被我扔在侧门外，我以为雨一冲，谁都查不到。进场时间、门和用过的勺都说清楚。夜里从侧门进，只动了乙3锅边的长勺。到村部重新记录，谁也不许审他、打他。他害人，自有执法人员处理，谁动手，反倒把清楚的事搅乱。二狗，你把跟踪前因、交接地点、听见的人话再说一遍，
是我私自放林月娥进场，也漏查侧门。我知道错了，昨晚按之下安排跟着他，在村外土墙后亲眼看到周耀祖把纸包交给他，听见他们说再毁最后一锅。后来我和2位村民又看见他在测试锅前拆包。以3批试销范围、病人名单和退款都在这里，其他批次没有同样反应，请依法查验，别让无辜的人再受害。都是周耀祖逼我的，何秀琴也知道。是否参与，要靠搜查和证据，你如实交代。这是我家，你们凭什么翻？依法搜查，任何人不得阻挠，所有物品当面登记。这里记着林乙3窗超试货，后面还有给出去的日期。我不识字，那不是我的。是我妈出的主意，她说燕山挣钱不肯给我们，不如毁了厂子。你胡说，粉是你拿回来的。谁主使，谁实施，会继续核实。你们跟我们走。退货由陈老板撤柜封存，场内留粮由沈之夏封存，来源分开，可以互相核对。纸包和搜出物会依法查验，试销出了多少瓶，卖给谁，我全按登记带来了。召回数量加上已售数量，和出货山正好相符。门锁漏洞是我们的管理责任，受害人赔偿和厂里整改，我们继续做。等正式结果，任何人不得编造未经核实的细节。燕山，我是糊涂了，可我当年救过你的命，你不能眼睁睁看我被带走，就拿那条命换你替我求一次情，好不好？当年救周燕山的人根本不是你。当年救周燕山的人根本不是你。赵婶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对不起，燕山，当年我在卫生所值班，当时你出事儿的时候，是你救了我，是我把你救回来的，你别怕，我在这儿陪着你。事后林月娥为了堵住我的嘴，给了我10块钱。对不住，燕山，当年我怕惹麻烦，又收了他的钱，所以一直没说出真相。原来你这么多年一直在骗我。我是骗了你，可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我陪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不能因为这件事就不要我。你明知道自己没有救过他，却让他一直觉得欠你。你用这份愧疚换住处，换钱，换他的照顾，还拿他逼他一次次迁就你。你到底把他当成什么？赵婶，你说的那个小姑娘到底是谁？我没看清她的脸，只记得她个子不高，力气很大，手上戴着一只素镯子。对，就跟这只镯子长得一模一样。所以之下，当年救我的人是你。所以之下，当年救我的人是你。我？没错，力气大，还有镯子，到了卫生所没有说话，这些都跟你对得上，除了你不会有别人。我前些年发过一场高烧，醒来后好多事情都记不掂了。我是真的想不起来。记不起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人是你。我早该认出你，也不会让你受这么多委屈。好在现在一切都还来得起。为什么又是你？没有你，燕山爱的人就是我。老实点，够了！你骗我，伤害之下，
还让无辜的人吃坏肚子。燕山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。无论你说多少遍真心，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别再拿我给你的恶意找借口。之夏才是我的妻子，也是当年真正救我的人。你欠他的，更欠那些受害人一个交代。证据已经登记，3个人全部带走。燕山，你满意了？亲娘和亲弟弟都被判了刑，你就不怕被人戳脊梁骨？要不是你把场子和钱都攥在手里，一点好处也不给我们，我们会走到今天吗？药是你们找的，人是你们指使的，害人的主意也是你们商量的。到了今天，你们还觉得错在别人？你要是早点把场子分给药祖，我们用得着这么做？场子是我们和乡亲们一锅一瓶做出来的，不是你们伸手就该有的。你们害人，不是因为我们不给，是因为你们想抢。反正都是你逼的，我今天受的罪全得算在你头上。你们到现在都不悔悔，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。该承担多久，就好好承担多久。我知道错了，那些人吃坏肚子的时候，我还只想着把责任推给别人。现在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能重来一次，我一定不会冒领救命之恩，也不会因为得不到燕山就去伤害你，毁掉场子。可惜没有重来的机会。之夏，对不起；燕山，对不起。你们好好过日子，别再因为我吵架，也别再来看我了。你既然知道错了，就好好改，把该担的责任担完。以后别再用谎话和伤害留住任何人。之夏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生活。你也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，好好改过。对。开业了！知夏食品加工厂开业了！以前咱们只有番茄酱，现在村里种出来的番茄、水果和蔬菜全都能送进厂里加工。城里几家商店已经把货架腾出来，就等咱们送货了。知夏牌番茄酱在城里已经有了口碑，现在你们又有假浆、果脯和罐头，只要品质守得住，我的商店全都愿意上架。不管做多少种食品，规矩都不能变。原料进厂要检查，每批产品要留量，谁负责哪道工序都得写清楚。今天开的是新厂，守的还是以前那句话，入口的东西一点都不能马虎。是。现在村里统一育苗，分地种植，成熟以后由厂里按约定收购。年轻人进厂加工，二狗带人负责运输，城里的商店负责销售、种植、加工、运输和卖货，咱们总算连成一条线了。以前番茄熟在地里，卖不出去，只能烂掉。现在厂里按斤收，我家不但还清了欠账，还翻修了屋顶。我男人在运输队，我在厂里装瓶，家里2个孩子都能继续上学，这样的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。还有我家那块荒地，是知夏教我们种果树，第一批果子卖给厂里，我家添了缝纫机。知夏，这都是你的功劳，要不是你想出做番茄酱，又把技术和活路教给大家，咱们村哪有今天？厂子不是我一个人办起来的，地是大家种的，果子是大家摘的，食品是工人一锅一锅熬出来的。没有乡亲们，知夏牌走不到城里。话是这么说，可第一口锅是你点的火，第一条规矩也是你立的，大伙儿信你，才有今天这座厂。他不止让咱们家过上了好日子，
也让全村人的日子有了奔头。以后咱们还要把厂子办得更稳，让村里种出来的东西都能卖出去，让每个肯出力的人都有钱挣。好，一起干！城里3家商店、2家供销点都订了货，照这个速度，村里新种的果蔬也不愁销路了。先按订单生产，不能为了多卖就压坏品质。工人的工资和村民的原料款也必须按时结清。账我都分开记了，原料、人工、运输和设备，每一笔都能查。国家决定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，符合条件的青年可以自愿报名，凭本人能力参加统一考试。燕山哥，恢复高考了！你从前念书就是村里头一个，停了这么多年，还天天捧着书，这机会就是给你的。我记得老师总夸你基础好，咱村如今不愁吃饭了，也该出个大学生。周大哥，报名去，厂里有我们呢。我想读书，也盼过这一天，可新厂才开门，订单、工资、原料收购，还有每一道质量流程，全压在知夏肩上。我白天若去备考，将来再离家上大学，他一个人怎么扛？这些不是一句大家帮忙就能放下的。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梦想把你累垮。那你问过我愿不愿意吗？原料谁验，锅是谁看，货是谁装，早就有章程。二狗管运输和厂务，乡亲们管种植收购，各组守各组的流程。厂子不是少了你一天就要塌。账目和大事我不乱做主，小事我能跑能盯。真拿不准，我就来问嫂子，绝不让她一个人忙。您教我们入口的东西不能马虎，我们就把这句话守死。谁坏一道流程，大伙儿一起拦。燕山，我早就能说话，也能管场。我是跟你并肩过日子的人，不是非得让你寸步不离保护的人。你爱读书，从前成绩又好，错过这次你会惦记一辈子。我守家守场，你安心去读书。你学到真本事再带回来，是为了咱们俩有更好的将来。可你累了怎么办？我会喊二狗，会喊乡亲，也会喊你。你只是去追梦想，不是把我丢下。好，我报名，我一定认真考，也一定回来跟你把厂子办好。燕山，好好考，家里和厂里都有我们。多年没碰，有些公式看着眼熟，一落笔就错。底子还在，生疏就一遍遍练，别急着赶快，先把错处弄明白。今天原料和发货都对上了，只有这2笔大账等你核，其余厂务我和各组都处理好了。疼就歇1刻钟，不会的明天问老师，我照顾你，但题得你自己一道道啃。你不替我找借口，我也不替自己找。周大哥，厂里流程我们守着，你今天早点回去看书。会的认真写，不会的先放一放。别管结果，把这些日夜写完就好。厂里今天照常出货，一点没乱。燕山哥，你只管考。能写的都写了，能写的话，剩下的等正式消息。那就回家，咱们一起等。周燕山在吗？省城大学的正式录取通知书签收。
之夏，我考上了，是省城的大学，学的方向也跟食品生产、经营管理有关。咱村真出大学生了，考上了，燕山考上大学了，之夏，这里教的办法不靠新机器，咱们现在就能做。生熟用具分开，包装纸要防潮，仓库货物离墙架高，账目按原料、人工、运输分别核算。燕山，办法已经用上，受潮的瓶盖少了，查账也快了。二狗把场务守得很好，你安心念书，我和厂子都好。信别断，饭也别省，等你下次回来，我给你看新包装。只要有一点机会，我就治。先做针对治疗，再长期练习屈伸、站立和走路，过程会疼，进步也按月算，不能急。你信里只写要检查，没说治疗这么苦。我来陪关键这几天，厂里有二狗和各组守着。今天先到这儿，明天疼，咱们也按医生说的来。好，一步都不少。别抢快，站稳再走。几个月前，我还以为这辈子都离不开2根拐杖。现在只是短距离独立行走，往后还要按年坚持，累了会疼，路远仍要借力，千万别逞强。我记住了，读书和走路都一样，慢一点，也不能停。周大学生，欢迎回家。我回来了，以后不光信能到，人也天天在你身边。省里外地的供销点和商店都添了订单，运输线也多了几条。不过嫂子说了，接多少单都得看原料和人手，绝不能赶坏质量。原料照旧逐筐验，产品逐批流量，工资和收购款按时结。厂子大了，规矩只能更严。我带回来的知识有用，你们这些年守住的经验更有用。咱们一起把2样合起来。那时候只有这一口锅，几筐卖不掉的番茄。我不会说话，就拿树枝在地上写。我腿瘸着，抱一筐番茄都要写好几次。可你信我做得成，我也信你总有一天能走到想去的地方。现在我走回来了，厂子也走远了。之夏，这一路辛苦你了。不是谁等谁，是咱们一直在一起往前走。怎么了？我带你去医院，不能硬撑。不是吃坏了，她怀孕了，目前情况正常，往后按时来检查，注意休息和饮食。大伙儿快来！燕山哥和嫂子要有孩子了！大喜事儿，咱们直下厂又添新人了！